Hello， 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今天我们继续移民这个话题，来分析一下厄瓜多适合什么人来生活。我们总结了在厄瓜多生活的经验，发现主要有5类外国人是长期生活在这里哦。还有使用什么类型的签证生活在厄瓜多尔？相信这次的分享对于想来旅行或者移民的朋友都有参考价值。第一，退休人士。厄瓜多被誉为一个理想的退休居住地，在全球最佳退休地点排行榜经常是榜上有名。这里有多种环境和生活方式选择，繁华的城市，未受污染的海滩，宁静的山城，这些都有，每个地方都各有特色，就是看看喜欢海滩还是高山，喜欢城市还是乡村生活啦。生活成本低是另一个大优势，房屋租金价格低，还配到家具。去超市买菜，$50预算就够我们2个人买1周的分量。新鲜美味的水果蔬菜都是 non-GMO 种植，很多人都说这里的蔬菜水果就是小时候的味道。65岁以上的居民公共交通有半价优惠，包括外国人也有。目前在基多开通了地铁线路，在昆卡也有轻轨电车，乘坐公共交通就不用买车啦。但也不是说没有缺点，最大的困难可能是语言障碍。厄瓜多主要使用西班牙语，对于退休年纪才开始学，难度会很大。但在日常生活，只需要学一些常用词语，就能足够应对呢。我们有个邻居也是退休人士，他每天都会学西班牙语，觉得学新的语言可以预防认知退化哦。邻居还说，医疗健保也很好，保费每月$50左右，相比美国来说，真的便宜很多。退休签证也很容易办理，大致要求是每月退休金收入达到厄瓜多最低工资的3倍，没有最低年龄要求，但需要证明收入来源于退休金哦。第二，创业投资者。厄瓜多是属于发展中国家，是个具有潜力的市场。投资者可以在服务业、农业、旅游业，甚至只是去银行存款，都能找到赚钱的机会。我们遇到有很多外国人来厄瓜多创业，可以开餐厅、咖啡厅、食材店、兴趣班或者天然产品等等。目标顾客可以是厄瓜多本地人，也可以专门服务外国人。之前讲过，在厄瓜多有大量的外国退休人士来生活，他们每个月都有退休金收入，但在生活成本便宜的厄瓜多，还是有很多盈余啊。他们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买单，这是个不容忽视的消费市场哦。厄瓜多使用美元作为货币，银行存款利息相当高，年利率可以高达5到10%，这也是个不错的投资机会哦。投资者签证的申请条件可能是世界上最低门槛的国家。简单来说，投资定期存款到银行2年，金额相当于100个月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临时居民签证啦。另外，厄瓜多的进口关税比较高，还有资金离境税，这都会提高国际贸易的成本哦。并且，厄瓜多的国家风险指数之前曾经一度突破2000点，属于高风险水平。平稳下来后有点改善，但也属于中等风险，这对于投资者来说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哦。第三，数码游牧，无论是从事软体编程、平面设计、内容编辑、在线教育、数字营销等等工作，厄瓜多都有优秀的条件，吸引着 Digital Nomad 来这里生活。大部分地区都有稳定高速的互联网，月费$30左右，这对于在线远程工作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你的网络工作收入是发达国家水平，而住在厄瓜多享受便宜的生活成本，这将有助于快速累积财富呢。最近，共享工作空间也开始流行，在城市里可以找到设施很好的共享办公室，还有机会认识更多的游牧民族，互相交流。这样的氛围可以提升你的赚钱效率吗？要注意的是税收方面，厄瓜多居民需要对其全球收入纳税，闷声发大财的朋友要留意咯。第四，内容创作人。终于轮到讲我啦，哈哈哈！我的意思是说 ，content creator 在厄瓜多独特的环境中，为艺术家、作家、YouTuber 都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创作素材。在这里生活的经验可以成为创作的灵感来源哦。这里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手工艺村落、各式各样的博物馆、优美的自然环境。每一处都可以成为灵感来源。作为创作人，通过亲身体验生活，再融入到自己的作品，这会是个令人兴奋的创作过程。在旅途中也能结识到其他创作人，大家一起合作玩玩，想想都觉得开心呢。但是，厄瓜多这方面的市场规模还是比较小，这会增加竞争和压力，也需要多花心思，不断创新和提高，才能吸引更多关注哦。数码游牧和内容创作人想要长时间在厄瓜多生活，可以考虑申请游牧签证，条件是月收入达到最低工资的3倍。第5，自然爱好者。厄瓜多聚集了很多喜欢大自然的人，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国家，就有亚马逊雨林、安第斯山脉、太平洋海岸3种不同的大环境，并且在19趴领土里设有40个国家公园和保护区。户外活动的选择相当丰富，登山、露营、冲浪、潜水、观鸟等等等等。厄瓜多人也很喜欢户外活动，我相信来到这里，你会找到同路人。也有很多自然科学研究的机会，例如观测火山活动、气候变化、物种保护等等课题。如果你也是有志之士，不妨来厄瓜多考察一下哦。厄瓜多对于环境保护有很高的要求，特别在 Galapagos。得益于此，我们现在也能像达尔文那样，在这个自然宝藏里探索生物多样性，欣赏到地球神奇的一面。但是环境的多样性就意味着气候情况会在不同地区有较大区别，高山和海岸的海拔变化也需要注意，还有一些高山地区的交通可能不会太方便哦。各位自然爱好者可以考虑申请专业人才签证或者研究员签证来获得临时居留，这就可以来厄瓜多亲近大自然哦。Bonus 还有一种，如果只是想来短期旅行，目前厄瓜多对很多国家的游客都提供了90天旅游免签，入境后在有效期内可以延长1次，那就是说每个年度都不用申请签证，可以在厄瓜多住180天呢。据我所知，有些人会运用这个政策，在冬天飞来厄瓜多避寒，在夏天飞回去。他们自称为候鸟一族，在2个地方切换旅居生活。在10月至次年的3月是厄瓜多旅游租屋的旺季，大家可以根据情况安排行程哦。我们会把参考资料放在影片说明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也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或者说说你的感受。想了解更多厄瓜多的情况，可以看看这支影片哦。我们是在厄瓜多旅行生活的频道，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点赞订阅。我们下支影片再见。